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继续上一期六祖坛经的进度。我们上一期读到了五祖弘忍跟六祖慧能传法完之后，再跟他交代一些事情。那上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首诗句哈，其实这首诗句聊了蛮多的，因为这首诗句的意思有时候字面上你看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主要是从几个层面去聊哈，包含有情众生、无情的木石，还有就是说第八意识中的种子，因为我们知道第八意识又称作八识田嘛，那其实很多潜意识生成的这些种子，包含我们讲修行要去除无明，那这些无明到底藏在哪里呢？其实就是种在八识田里面。那无明有哪些呢？圆觉经有提到哈，贪嗔痴爱嘛，贪欲跟爱渴。那这些还有包含金刚经有提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法相、非法相。就是说一切的物质层面的形象，以及呢精神层面的这些知识、法相和非法相，这些是非善恶的分别心呢，这些呢概念都是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那我们用电脑的编程来譬喻呢，其实呢，如果我们把人的整个精神和整个肉体，还有整个世界的运作呢，我们想象成它都被包含在一个巨大的编程的系统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电脑的这些程式语言编程来比喻说，潜意识里面这些种子、这些设定，就好像会写程式的人就知道后台这些函数的设定啊、参数的设定啊、这些逻辑规则的设定啊，它就决定了整个程式运作的规则。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古人呢一直都有在观察呢，不管是呢春夏秋冬的规律，整个历法的规律，那这个历法又跟星象天文有关系跟地球太阳的这个周期有关系，又跟宇宙当中这些星系的这些运转的规则有关系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就聊到其实万事万物呢，不管是天文，不管是地理方位，不管是季节的春夏秋冬，乃至于每个人的心性之间呢，都有一种微妙的因果关系那这种因果关系呢，被普遍的记录在许多的经典里面。但是目前科学呢，因为我们科学分科分得很细，比方说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然后呢大气科学，就是医学、生物学还有文科的、理科的，我们现在科学分得太细了。就像医学一样，西医你就分外科、内科，然后分成眼科、牙科，分成骨科，分成很多的科。那我们传统的中医呢，还有很多传统文化的经典呢，它是把人看作小天地，外在环境当作的大天地，然后呢，所有的都是相关联的。以我们个人小天地而言的话，你说分成这么多科，可是其实我们中医讲五行嘛，五行对应到五脏，心肝脾肺肾，那五脏又对应到我们的心情、喜怒哀乐等等，然后呢，又对应到五种颜色然后呢，五种颜色对应到五种颜色的食物，不同的食物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产生不同的五行作用，又跟我们的五脏之间有关系，产生相生相克的关系。然后一呼一吸就是一阴一阳。所以其实呢，目前的科学还有目前的医学，主要是因为分科分得很细，分科分得很细的情况之下呢，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培育人才的过程中，它主要是针对一个很专门的领域深入去研究，把这个领域研究得很透彻。就像以前我们读研究生、读博士班一样，你读得越高的话，你的研究领域越细、越专门，就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面去研究而已。但是呢，我们知道大自然很多东西
它是整体性的，它是环环相扣的。那科学和医学呢，对于这种跨领域的，比方说呢，又跟心灵有关，跟心理学有关系，然后又要跟生物学有关系，又要跟医学有关系，又要跟天文学有关系的话，它就不容易去融会贯通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概念，以至于呢，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些观念，不管是八字、命理，或是五行，或者是说佛学，或者是说道德经里面这些学问，或者是说这些心性潜意识的东西，就变成科学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去做科学化的研究和论证的时候，变成很困难，因为它牵涉到领域太广了。那如果依照目前我们教育的体制和科学训练的这种培训方式的话，你光培训一个博士生到一个专门领域的博士生培训出来，可能都要30多岁，而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那你如果要再培育一个跨领域的专家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以至于我们科学发展就受限了。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和培训制度，你就变成说，我们说一本3万书，那科学变成说每一条分岔路出去之后，分科分得很细。那你分得很细，延伸得很远之后呢，当我们要研究的是共通这个源头的时候，变成说没有一个单独领域的专家有能力去研究这个源头的东西。可是我们中华文化和中医这些都在讲的都是源头的规律，包含我们讲菩提自信，菩提自信就是一切的源头嘛。然后再来我们讲第8意识，那就是属于很多的种子了。那这些种子就像胚胎一样，就像干细胞一样。我们讲生物学讲干细胞，干细胞它最后分化，可能有的是分化成皮肤，有的分化成大脑，有的分化成内脏，有的分化成骨头。那第8意识就有点像干细胞一样，它是很多细胞的源头，所以说它是有变化性的，它有能力变化成各种各样的细胞，可是它源头就是干细胞。那变成说现在的研究都研究到很末枝的东西。那当我们要去探究一些源头的东西的时候，变成说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能够横跨所有的这些共通的相关性的东西去做一个整体的了解和科学验证，就变得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种分科制度，还有这种博士班的这种培训制度，会造成科学发展的瓶颈，就是这样。你一个领域钻得很细了，变成说你要看到不同领域的相关性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他就不了解，所以我觉得科学估计会受到一个瓶颈。所以说未来的优秀人才，我觉得要有能力去横跨不同的领域去做了解，才有可能去突破，尤其是要研究这个心性的层面。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剩下内容我们明天再聊咯，明天见，拜拜。